印度想当下一个中国，美媒却揭露其经济惨状，甚至还不如孟加拉。网友表示，印度这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10月19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中从预测到，印度在今年，也就是20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可能低于孟加拉国。这样的预测以及数据很快就在印度的国内引发了热议，而彭博社实际上早在10月17号就已经深入分析了印度目前的经济数据，并给出了同样的结果。根据早先彭博社的分析数据显示，印度在2020年的经济情况实际一直都是处于极其低迷的状态，而在本周这样的低迷状态则更为加剧了。其加剧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今年2020年，印度 GDP 国内的人均生产总值可能低于孟加拉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孟加拉国国内在今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将会增长到1888美元，而反观印度的数据却极其不理想。根据分析，印度在2020年其国内的人均生产总值将会下降至1877美元，这对于印度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急剧的倒退。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在看到了这组数据后表示，5年前曾一度领先25%的印度，目前的经济已然呈现了极度落后的状态。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就一直想成为下一个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但是经过了长达30年的长久发展，印度现在所换来的经济状态却已然落后于孟加拉国。可以说，这不仅仅毁坏了印度在其全球的国际形象，同时还打破了印度多年以来所积攒并努力发展经济的信息。彭博社表示，印度这样经济下滑很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所导致，至少现阶段可能是这样。但是更加糟糕的是，即便当前没有疫情，印度的经济在未来很可能也会落后于孟加拉。可以说，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引起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就业的问题。目前对于印度来说，每年需要解决800万人口的就业问题，这让印度十分头痛。而如果不能解决该问题，那么印度的经济可能会一直低迷下去。高端智商税，印度推出牛粪芯片，不但可以防辐射，还能防疾病，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对于牛粪这个玩意儿，印度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直都有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特别是对印度的民众而言，大家要知道，牛在印度一直都有着非常神圣的地位。多年来，印度民众一直将牛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因此在印度这个国度，很多民众是不会食用牛肉等产品的。当然，不食用牛肉这一方面，这实际并不妨碍牛其他的东西成为宝物。例如牛尿在印度就是一种有着多功能效用的饮品。最近印度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越来越严重，而不少印度商家则开始将牛尿作为商品出售。在印度商家对外宣传中，他们表示牛尿可以有效抵御新冠肺炎病毒，只要喝了牛尿，那么就可以抵御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对于这一牛尿抵御新冠的宣传，底层的印度民众自然也是深信不疑。当然，在印度其实牛尿还不止这一个效用。其实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印度，饮用牛尿的行为在其国内就已经非常盛行了。不过对于印度的商家来说，炒作牛尿所带来的利润似乎并没能满足他们。就在最近，印度的各大商家们又开始炒作起了牛粪，而这一次他们竟然奇葩地将牛粪与高端的电子芯片挂上了钩。根据印度斯坦时报10月13号的报道表示，印度一名为 RKA 组织的负责人日前曾推出了一种由牛粪制作而成的电子芯片，并且根据研制该芯片的 RKA 组织负责人表示，这种牛粪制成的芯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手机辐射，并且如果使用该芯片，那么还能预防各种疾病。不止如此，该组织的负责人还对外表示，希望能在印度的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款由牛粪制成的芯片产品。如果未来这款芯片普及在印度民众的手中，那么它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印度民众免受疾病的侵害。
并且这是一款可以使用由牛粪所制成的手机芯片。据悉 RKA 是由印度政府所成立的一个组织，目前该组织已经在印度国内开展了一系列与该芯片相关的活动，其最终的目的就是鼓励印度民众在节日期间多使用牛粪制品。估计不少的小伙伴在看完这则新闻之后，整个人都快懵了，甚至还有点想笑。这种芯片能不能防辐射以及预防疾病，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但肯定是可以测智商的，其真正用途就是一款智力检测产品。当前小到士兵们的食物，大到住所，印度没有一项能够完成的。大雪即将封山，几十万士兵在高原地区所需的物资仍然没有解决。据印度方面声称，还需要至少1个月时间筹集后勤补给物资。印度已经列出了一长串订单，例如帐篷、野战干粮、保暖衣物、防水防寒军靴、机械化除雪设备、高性能无线电系统以及高旱地区使用的特殊油料。此外，还有无人机、米格29、突击步枪以及导弹等武器装备的订单。本以为印度有如今的规模，少不了靠进口堆起来的，没想到无论是武器还是后勤物资，几乎全部需要靠进口的。几十亿美元的订单也成功让印度成为各国眼里的香饽饽。根据最新消息显示，美英法多国已经与印军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印媒指出，印度目前分别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以及英国签署国防后勤共享协议，其中与英国正处于签署协议最后阶段。协议中，签约双方可共享对方军事基地和机场，并获得配件更换、加油等多项服务。据悉，印度当前也正在与俄罗斯方面讨论相关协定。很显然，印度此举是希望借各国的后勤能力来缓解印度在边境的后勤压力，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也能及时获得多个国家的帮助。多国对于印度签署了这种军事合作协议，是不是代表了都将支持印度在边境的动作？事实上，这是两码事。之所以多国都与印度签署协议，分析认为，主要是这些国家在印度身上看到了一个机会。如果说疫情让各国面临经济危机的话，那么现在的印度就是拯救危机的。这些国家现在简直喜欢死了印度，就连防寒大衣和帐篷都需要进口，所以各国看到印度，怎么可能不生扑上去？目前阿联酋都趁机卖给印度9万把短管突击步枪，俄罗斯也把库存多年的二手米格29战斗机卖给印度了。以往印度的订单大部分都被美国和俄罗斯截取了，现在眼看着有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怎么可能不争取？据悉，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是韩国都跑来了，在清一波库存的同时还能发财。除此之外，各国支持印度还有另一个原因，牵制我国。我国如今的发展速度早就让各国眼红，虽说没勇气对着干，但接着印度牵制一下也是好的，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买卖吗？因此我国必须要自身强大才行，在利益面前根本没有所谓的兄弟。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帮助非洲修建的一条铁路引起了印度网友的关注。近日，一篇名为《中国铁路上的非洲梦：繁荣与希望》的文章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今年是本格拉铁路试运行的第5个年头，该条铁路是安哥拉的一个重大项目，它是连接印度洋和大西洋东西横贯大陆的最后一部分。本格拉铁路全长1344公里，全线共设车站67座，设计时速为90公里。它西起大西洋港口城市洛比托，东至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边境城市卢奥。本格拉铁路途经本格拉、奎托、万博、卢埃纳等重要城市，是安哥拉洛比托经济走廊的重要通道，同时它也是该国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一条铁路。据了解，本格拉铁路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18.3亿美元，它由中国铁建20局集团设计、采购以及施工，设计方为中铁上海设计院，从设计到施工全部都采用中国铁路的建设标准，钢轨、水泥等材料全部从中国采购，并且该条铁路投入运营后，机车车辆等设备也将由中国方面所提供。这条铁路是继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之后，中国铁建采用中国标准在海外一次性建成的最长铁路。然而，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帮助非洲修建铁路了。此前，中国就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亚吉铁路。该条铁路位于非洲的第2人口大国埃塞俄比亚，由于当地的交通非常不便利，所以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就在他们为此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国积极向他们伸出了援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埃塞俄比亚的第1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顺利通车。
并且这条铁路不仅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同时也是非洲第一条全线采用中国电气化铁路标准施工的现代电气化铁路。这条铁路的出现给当地交通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为此，有印度网友说道：“印度现在连非洲都比不了啊，这是为什么呢？”众所周知，印度也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小的人口大国，所以他们对铁路的需求也非常高。奈何他们工业水平先天不足，因此印度的铁路系统十分落后。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少印度民众为了乘坐火车而外挂在火车上的画面。由此可见，印度民众还是非常需要火车的。虽然说印度方面也在积极发展铁路设施，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印度网友才会认为印度现在连非洲都比不了。